各位同学好，欢迎来到数位讯号处理器。我是授课教师林贤义。这个单元我们要谈到取样定理。那取样定理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在这个单元我们主要分成3个部分。首先介绍我们数位讯号处理的基本的架构。接下来我们会讨论我们之前提到的 CTFT 跟 DTFT 之间的关系。透过 CTFT 跟 DTFT 的关系，我们来得到我们的取样定理。之后我们会提到说，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数位讯号还原回去原本的连续时间讯号，将在这个本单元当中一一为各位介绍。那我们就赶快看下去吧。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与大纲，首先我们要介绍数位系统的基本架构，接下来我们要了解CTFT 与 DTFT 之间的关系，最后我们要谈到取样定理与连续时间信号的重建。首先，我们来谈到数位系统的基本架构。在我们传统的类比系统当中，我们发现一个类比的电路，它的输入讯号必须是类比的信号，它输出也是一个类比的信号。透过这样的类比的电路，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。但是在数位系统里面，我们的输入跟输出一样都是类比的，因为真实的世界所接收到的信息一样是类比的。但是在处理的过程中，我们将我们类比的电路换成了这3个部分，分别是由一开始类比信号进来，经过一个类比数位转换之后，得到数位讯号，再透过我们的数位讯号处理器做处理，接下来再将数位信号透过数位转类比的电路转成类比的讯号，输出到真实的世界当中。所以整个类比跟数位系统它基本的取代的方式是这样。那我们来谈到数位信号处理器基本的架构。这个图把上面那张投影片更细部的分解。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数位系统的输入是类比信号，输出也是类比信号的输出。那在输入部分，我们会将类比的输入讯号先经过一个前置滤波器，接下来我们会透过类比数位转换产生出数位讯号，接下来这些数位讯号会透过我们的离散时间系统处理，得到处理后的数位信号，最后透过数位类比转换成类比信号输出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每一个细部的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在做数位信号处理系统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步骤是要决定信号的频宽。当我们决定信号频宽之后，我们第2步骤要决定我们信号的取样频率。例如，语音信号它的频宽接近3K Hz， 但是它的变化的频带约300到400 Hz， 所以我们就取4K Hz 当做语音信号的频宽。所以透过之前所谈到的取样定理，我们知道它的取样频率约为 8K Hz。所以从图上看到，语音信号它的频宽基本上靠近 3K Hz， 它有300到400 Hz 的转换的频宽范围，最终到 4K Hz 它信号衰减成0。所以我们在做语音讯号处理的时候，通常以 4K Hz 当做它的频宽，所以我们的取样频率约略 8K Hz。第3步骤，一旦决定了我们的取样频率，我们必须设计前置滤波器。那前置滤波器它的功能，第一，为了限制信号最大的频率范围，以上面的例子来说，我们的语音信号频宽为 4K Hz， 所以我们前置滤波器就以 4K Hz 当成一个频率的限制范围。一旦超过 4K Hz 的信号，我们都一律都滤掉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做消除杂讯的功能，把一些高频讯号
透过这样的前置滤波器给消除。那第4步骤，我们一旦选择了前置滤波器之后，我们要做类比数位转换以及数位转类比。所以我们在类比转数位的时候，俗称的 ADC 跟数位转类比 DAC。那我们从图上看到，这个 IC 18bit 的 ADC 是类比转数位，那右边这个是8bit 的 DAC 数位转类比的 IC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如果是类比转数位的 IC， 我们首先要考量几个部分。第一个，输入电压的范围；接下来它的位元数；接下来还有它的转换时间多长，以及静态与动态的效能。那数位转类比的转换器呢 ？DAC 首先要考虑第一个它的位元数，第二个它的频率范围，第三个它的转换的稳定时间，以及动态与静态的效能。那我们数位信号处理系统的基本架构，我们最后步骤是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数位信号处理器。例如图上看到了是一个16bit 的 TI 的 DSP， 它首先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这样的处理器是要定点还是浮点运算，以及 DSP 的时脉，以及记忆体大小，以及周边的控制电路有哪些，以及周边的通讯界面包含哪些，都是我们所要考量的。各位同学，从第一个 part 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数位信号处理器，它的基本架构，主要它的输入跟输出还是一样是类比的。那数位信号系统只是为了取代传统的类比系统，把它取代成3个部分。第一个，类比转数位转换；接下来数位信号处理；最后把数位转成类比。那刚刚上课当中提到更细部的步骤，首先我们要决定我们的系统的频宽。所以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取样频率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数位讯号处理器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一个数位信号处理器的系统所要考量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的探讨我们的取样定理，那其中我们必须提到 CTFT 与 DTFT 之间的关系，才能解释到底为什么我们取样定理的由来。那我们赶快看下去吧。